距海南岛仅130公里，位置优越的白龙尾岛为何被划给越南管辖？北部湾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出海通道，该海域西部坐落着一个名为白龙尾岛的小岛。该岛紧邻海南和广东，地理位置优越，曾是我国领土，现在隶属越南。这是为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白龙尾岛。白龙尾岛也被称为浮水洲岛，这是我国沿海渔民对该岛的惯用称呼。该岛位于北部湾西部地区，白龙尾岛呈三角形，海岸线长约7.5公里。从面积上来看，白龙尾岛面积不大，涨潮时面积约 1.78 平方公里，平潮时面积 2.33 平方公里，退潮后露出面积为 3.05 平方公里。该岛与琼州海峡基本保持在同一纬度，与我国海南岛的最近距离为130公里，距离越南海防市距离为120公里。白龙尾岛的一大特点是沙滩面积小，沙滩和潮间带面积 1.3 平方千米，整个岛屿四周多悬崖峭壁，岛上以平缓的丘陵地形为主。白龙尾岛居住的人口不多，只有约902人，大部分集中在岛屿南部地区。白龙尾岛所在区域属于热带季风气候，每年的5月到8月为雨季。岛上自然灾害较为严重，常见的灾害有台风，每年台风至少过境1到2次。我国与越南在南海围绕多个岛礁存在主权争端，我国南海岛礁多为珊瑚岛，而白龙尾岛与这些岛屿最大的不同就是该岛是一座大陆性岛屿，这使得白龙尾岛的建设和生活生产条件比绝大多数南海岛礁优越。白龙尾岛覆盖有大面积植被，岛上淡水资源能够自给，其土壤条件满足基本的农作物种植要求。这些基本条件使白龙尾岛形成了一个小型城镇，日常生活可以自给自足。除了生产条件，白龙尾岛的地理位置也比较优越。该岛所处的北部湾位于我国西南部，与南海相通，是我国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便捷出海口，周边分布有大量优质港口，为两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不少便利。同时，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，白龙尾岛附近亦然。而让白龙尾岛价值突然上升的，还有丰富的油气资源。但是，这个原属我国的岛屿已经被划归越南。2. 白龙尾岛为何划归越南？根据相关记载，白龙尾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，在明朝时期，岛上就存在我国渔民的活动记录。清朝时期，白龙尾岛发现了淡水资源，却因为其位于北部湾中，地理位置优越，是渔民的补给站和避风港，因此部分渔民迁居白龙尾岛，并在岛上建造妈祖庙、海宝庙等祭祀庙宇。随着白龙尾岛的开发，这里对越南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，不少越南人在岛上定居。当时越南还是清朝的附属国，因此清政府并没有对白龙尾岛的主权做严格明晰的界定。14世纪文艺复兴后，西方国家逐渐崛起，17至18世纪到达亚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将白龙尾岛称为德梅约岛。19世纪中叶之后，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逐渐向东南亚渗透。1862年，法国开始对越南进行殖民。1883年，法越签署顺化条约，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。不久之后，中法战争爆发，战火逐渐从越南北部扩展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。1885年，中法签订了中法新约，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，而白龙尾岛也被划入法属越南。二战爆发之后，白龙尾岛被日本占领，战后回归祖国。但很快，我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。解放战争后期，部分国民党军队逃亡到白龙尾岛。1955年，白龙尾岛才迎来解放。此后，我国在该岛设置办事处，将其划归广东省南海行政区管辖。此后，政府组织岛上民众对白龙尾岛进行建设，开辟耕地，种植高粱、番薯、豆类等农作物。二战后，越南并没有马上迎来独立，法国为了维持在越南的殖民统治，卷土重来。经历了多年战争后，越南在1954年独立，但是祸不单行，美国人又来了。1955年，美国挑起越南内战，越南向我国求援。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，为了改善周边政治环境，我国制定了完备的援越计划，甚至出兵进行抗美援越。在此期间，我国将白龙尾岛租借给越南，用于建设雷达基站，以监测美军行动，同时将其作为我国援助越南的物资中转站。1975年，美国从越南撤军，但是越南此时却翻脸不认人。
将白龙尾岛占为己有，拒不归还。越南表示，1887年中法签订了中法街舞专条，条约中规定，中法以永石岛最东端为界，画一条南北线，以西属于法属越南，以东属于清政府。这条线是茶谷线，白龙尾岛位于茶谷线以西，是法属越南的领土。法国撤出越南之后，白龙尾岛就相当于越南领土，这种说法简直是胡搅蛮缠。3. 中国能否将白龙尾岛收回？越南统一后日渐膨胀，不断在我国西南边境制造冲突与摩擦，最终我国在1979年忍无可忍之下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。此后，中越可以说正式撕破脸，有关白龙尾岛归属的沟通更是无法进行。1987年，越南在白龙尾岛设县，并命名为白龙尾县。1999年，中越签署《中越陆地边界条约》，白龙尾岛被正式划入了越南的版图。这主要是因为中越两国是近邻，也曾是亲密的战友，但是70年代以后，中越进行了长时间对抗和敌对，这不符合两国共同利益。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，白龙尾岛最终还是划给了越南。从法律和现实角度，收回白龙尾岛已经不具备可行性了。中越已经明确了双方边界，强行收回会导致两国冲突，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。